大家好，歡迎收看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讓我們一起來認一下今天的嘉賓，請開門。本期第二對情感嘉賓，小王26歲，來自北京，保險理賠員；小劉27歲，來自山東，油畫陶藝店長。那麼，他們又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你們的感情遇到什麼問題了？我倆異地戀，分分合合8年，我對他一片真心，他總說我虛情假意，我做什麼都不對。現在他給我施加壓力，想逼我和他訂婚。我倆復合之後，他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變，我總感覺他不靠譜。怎樣才能改善你倆目前的感情狀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啊！他總是執拗還自私，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沒有人情味兒。我想好好的，但他不信任我啊！我也不知道，因為他油嘴滑舌，甜言蜜語一套又一套的，我不知道哪句話是真的，哪句話是假的，所以就尬在這兒了。8年了，8年了。那會兒我們還是在大學，中間也有過分手，在24年復合的。為啥分手了呀？當年那會兒呢，也是大學剛剛畢業，想着呢說我出去打拼打拼，創業去，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談對象了，所以想的就是說，我就先跟他分手，我一個人去拼。當時跟他說的好好的，同意了。結果現在反過來的好，人不認了。哦，老師，您听他現在場面话說的挺好的。他當時跟我分手的時候，只是在微信上跟我說了一句分手吧，然後他就直接消失了，找不到他了。然後3年裡面，我就一直挺內耗的。當時也是時間也比較緊張，並且那段時間呢，一門心思也在事業上。上岸第一箭，先斬意中人。那就怎麼又好了呢？你倆復合就是他甜言蜜語說的挺多的，給我都砸暈了。他說我3年一直在等你，然後特別深情，也沒有談別人。我就懷疑他是不是跟別人無縫銜接了。啥情況？當時確實是談了一個對象，就當時也是創業，天天也是在一個屋檐下幹活。再者說了，我們當時也是趕上點特殊時期，這項目呢也進行不下去了。我們項目進行不下去的時候，剩了一點資金，當時給前女友留下了。他倒好，揪着我這小辫子不放。人律，我也想問一下您，就是這錢他讓我一直要回來，我這錢怎麼往回要啊？那你相當於當時把這錢贈予給人家了。可以這麼理解。那你贈予就別要了呗。對呀，他就一直揪着我這辫子，就很不理解。人律，這贈予的如果想要回來，還有機會要回来嗎？幾乎沒有了。那為什麼你又找他復合呢？當時啊，我分手也確實沒錢沒精力，真的就是一門心思去做事。但我現在回頭一想吧，也是我做的不夠優秀，我也是說想回頭來彌補他。所以呢，我當時也一琢磨，更合適的還是他，我才給他發消息，主動回頭找的他。那你看他錢都虧完了，感情他跟我說的是被騙感情，被騙錢，一無所有了又回來找我，那是不是覺得我特別性價比高，特別的好拿捏呀？後來又發生什麼呀？是這麼一情況，就他一直对我特別不滿意。就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從北京好酒好煙好茶帶着上他們家濟南過年去，我誠心誠意。他最後跟我說我虛偽，就是他覺得他自己情商挺高的，但我們家人對他這個虛偽的標籤真不是空穴來風。他去我們家的時候，那剛一進門那情形就別提了，見了我媽媽就說我媽媽年輕漂亮嘛，然後說長得跟他姐似的。女生誰不希望被誇好看啊？也是為了讓人開心嘛，對吧？他還說我媽年輕漂亮嘛，結果又來了一句我爸配不上我媽。當時也是在酒桌上說的話。這個翻車了，那在酒桌上還有沒有別的翻車的事？我當時看的情形還可以的情況下，我當場我就在酒桌上直接提了，我們準備今年年底的時候準備領證。他都沒跟我商量過，他這麼一說，我驚呆了，我爸媽也驚呆了。當時就等於是給我架那兒了嘛，我根本就沒同意這事兒，然後他在這兒亂說。當時不是也是為了我們好嗎？一塊過年一塊開心的事兒啊，這也是啊。那你這事兒沒跟人商量，就在飯桌上說呀？就想着說是跟他先說嘛，讓他也開心，让大家伙開心嘛。那這個決定結婚了嗎？就是我现在想的是把北京的工作給辭掉啊，我從北京去義烏去找他共同發展啊，促進兩人感情，然後再往後面再繼續想了。他這個跟你商量過嗎？但是我覺得他滿嘴跑火車的，因為他現在
上節目說的這個話，他之前跟我不是這麼說的。那他怎麼說的呀？他跟我態度還挺强硬的，让我把義烏這邊辭了，到北京去陪着他一起生活，就是讓我住到他們家，然後在他們家周圍隨便找一個3、4千的工作。这个事儿他不合理呀，為什麼要我放棄現在挺合適的一個工作，到那邊去奔赴他呢？我現在也想明白了，我就說你不願意來北京，那行，我辭了我在北京的工作啊，我去義烏。也是為了2個人共同發展嘛。那你也沒有這麼跟我溝通過，而且我覺得你也沒有一個合適的方案可以落地。你說你來這邊做什麼工作，然後我去北京的話，我要去做什麼工作呀？那你準備繼續怎麼發展你倆的關係啊？我覺得除非他可以給我一個能落地的方案。所以你還是覺得他不太靠譜是吧？對，我在北京也奮鬥這麼多年，我也是有能力的。再者說，北京也是大城市，我認為我去義烏相對來說比北京壓力會小很多。誰說的？我認為我會更勝任於那個地方。就是你這男朋友是不是這大事上聽着好像有點不太靠譜，張嘴就來哈？小事上或者和你相處上，是不是也讓你不是覺得特別的踏實呀？他不真誠，就是說他辦事的時候，我覺得老是先斬後奏，而且給人壓力。就是我們上大學那會兒，其實有一回我是見到了他母親的，然後我就覺得他母親其實對我挺不滿意的。他是北京的，也想給他找一個北京的女朋友。結果他就是回頭就跟我說，沒關係，我們可以不考慮，就是我媽媽的意見。是，當時我媽確實是不同意，但是那會兒呢，我也是在上大學呀。你母親現在能接受嗎？沒有問題。那麼倆日常相處當中，女生還有覺得哪些地方不舒服的嗎？她就是老是對我陰陽怪氣的，就比方說我有一天就下班晚了嘛，回到家也是要和她聯繫，然後打開聊天框，剛聊了幾句，結果一下子發過來一個營銷號視頻，主旨大意就是說，晚回家的女生不能娶。明眼人一看，這不就是點我的嗎？這麼一回事，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異地戀啊，我這人呢，在戀愛當中又是一個比較粘人，我喜歡多聊天。但他呢，他完全就自己在義烏找一個男生合租就我一點安全感不給我留。我確實有一個合租室友，但是人家是一對情侶，情侶裡面有男的不是很正常嗎？你直接找一女生合租，它不好嗎？你為什麼非得找人情侶合租呢？那你哪些讓你覺得不安全了？當時還有一這麼情況那會兒就是我跟父母吵架了，買張機票我飛義烏了他是個畫油畫的，就天天就給你來一人間蒸發。那我不是靜音了嗎？找不到他，我當時從北京大老遠飛義烏到他家樓下，打電話不接，微信不回，就等了1天沒理我就。他跟他爸媽吵架了，然後馬上訂了張機票過來了。我知道他什麼時候要來我家呀，對不對？再說了，我這個工作性質就是這樣的，店裡挺忙的，白天要帶領客戶去體驗各種 DIY 項目，晚上還有一些客戶定制的油畫需要我去畫，就是簡單一點的畫可能也需要2個小時。然後我畫這個畫的時候，就是他這個思路我是不想被打斷的。我的消息他也不看，因為他這個時候心無旁騖在創作，我能夠理解。他很自私，對，因為於老師也創作也畫畫。因為這一點我也畫畫的。其實，在這樣的一種狀況當中，是你打擾了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職業，是明明知道他在裡面。如果真的愛他，門口坐2個小時又怎麼樣呢？我認為他完全可以跟我說一聲，我開始畫畫了。我覺得發一句消息會很容易，他完全都不會去告知我呀。他就挺黏着我的，一直是。之前就是說上大學的時候，也是晚上要跟我煲2個小時電話粥，然後可能會影響我的一些學業和那個我想做的事情。就當時他在義烏休假，休假來北京找我玩來。我說那好啊，那我訂好了酒店，我找好了吃喝玩樂的地兒。他倒好，到了酒店，床上一躺，門都不出去了。你說我大老遠的從義烏飛到北京，當然是奔赴你而去的呀，對不對？結果您知道他是怎麼安排的嗎？今天晚上要和這個兄弟喝，明天晚上要和那個兄弟喝，到了第3天還要拉一幫人去 KTV 玩的項目，也是一些就是打台球、喝酒。那個 KTV 打牌，我覺得沒有一個是女生能玩的。我去了之後也特別尷尬。本身也都是同齡人，也都是我的兄弟。再者說，我跟他們之間也都給他吹得滿天飛了，他一點面子不給我。酒店裡一躺就在那兒待着。所以你的訴求是你想結婚了，然後希望他能改一些你認為的自私的毛病哈。是。女生的訴求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我這2年吧，身體也不是特別好。我27歲就是長了那乳腺結節嘛，然後我覺得就是不能再繼續生悶氣，這樣對我特別不好。但是我們之間的這一些矛盾，到底應該是用一個怎樣合理的方式去解決？然後還有就是請導師幫我看一下，到底適不適合結婚？所以今天2個人訴求不太一樣。女生是想讓老師幫忙建議一下你們將何去何從哈，如果是不合適就算了。如果合適的話，怎麼調整？是這意思吧？对。男生的意思是说，如果合適的話，我更希望就結婚哈。我一定會去改變，畢竟我是真的是想去結婚而去的。我也是把這個事情真真正正的是放在心上的。但我們可做不了你們的主，到底是結婚還是不結婚？但是我們可以幫你們分析分析眼下的情況啊，來聽聽老師們的建議。看似你們2個人是因為異地戀，如果真心相愛，距離再遠，心也在。你們2個人的問題就是復合以後的信任難以恢復。你有沒有感覺，那一次你們2個人的分手，他刻骨銘心。現在雖然又走在了一起，但是陰影依然在。你現在的問題都是不由分說，當年的分手不由分說，現在什麼時候結婚，你又不由分說，对他不尊重，对他父母不尊重。2個人的感情並不是單向的遷就，而是雙向的靠近。在我眼裡，你們的感情的船真的很難靠近，应该選擇的是各自靠岸，分手了事。我想跟女生說，其實你不是男生的第一或者最優選擇。他本來喜歡那女生，但是可能沒有追到那女生，回頭過來再找你，你在他心目中是一個替補。其實呢，你也能感覺到，你們現在是破鏡難圓，你們的信任現在根本沒建立起來。其實你父母對男方也不是很認可，男士現在到義烏具體幹什麼，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計劃。那你們現在結婚的基礎在哪？老師，我能說2句嗎？可以。現在我在北京是有自己的房，也有一定自己存款的，我在北京也有自己的工作，并且收入也相当可觀，目前養活2個人是沒有任何壓力的，至於他說我離得遠怎麼着的，是那我也是沒有辦法。問題是他不願意去啊。對呀，我現在說了，我願意付出，但他不願意接受啊。那你這就是一個問題啊！你說你這個問題不解決，你們怎麼結婚？我覺得他就總是來安排我的生活，安排我在哪兒工作，怎麼生活。所以你現在是一廂情願，好吧？這就是我的觀點，留給你們思考。你看這前面2位男老師一說你們倆不合適，這小姑娘立刻就哭，是吧？就其實還是不捨得，是吧？你們來肯定是因為有矛盾、有不愉快才來的，但是一定不能忽略，或者是一定不能忘記，你們其實還是有很多美好。他這種男孩可能是有這種缺點，愛吹牛、說大話，有點跑火車。但我覺得整體來說，他不是一個就是害人呀，或者是純欺騙啊，一個內心不善良的男孩。你既然接受了復合，你就得主動去做出一個未來生活的安排呀。到底是來義烏還是去北京？你不能人家說來義烏你也不同意，你去北京你還不同意。所以你倆現在橫亘其中的很關鍵的問題是你現在有問題。他再什麼你覺得說話不靠譜，有一出想一出是一出的，他畢竟在想，你可是想都沒想。當然你要说你今天為什麼變成這種也不願意去太多考慮未來的狀態，和當年他這麼突然消失沒有解釋這麼分手有一定的關係。男生導致今天他這個狀態始作俑者是你。我承認我重新回來呢也是想為我當時做出很愚蠢的一個決定的一些彌補吧。那你就應該誠心誠意的道歉，用更多的耐心，用更多的愛去讓他重新對你建立起新的認識。我倒是挺想看到你們找到一個適合你們發展的方向。咱先別着急結婚，先想想這去哪個地方生活，未來怎麼規劃，如果能夠達成一致，咱們再該改進的改進，對吧？多一些時間給彼此。
能夠繼續嘗試着走下去。謝謝。我从作為一個諮詢師的角度啊，我看到了什麼？至少從女方的角度來說，對於未來是沒有一個好的期待的。然後對於當下，你說兩個人又不是十分的默契。然後对於過去的事兒，也還是不清不楚的。你說這咋繼續？你說你倆這事兒，這感情談的。那從你這兒來說呢，你既然又想回頭找他了，那必須要給當年一個解釋啊。男方現在是想結婚了，然後綜合考慮覺得女方合適了，但是還是有一些點得改一改。那麼我想反過來說，那女方你對她的要求呢？你有明確的提出過你對她的要求嗎？這個還沒有，就是因為老是異地嘛，也沒有坐下來好好的去跟他完成這樣的溝通。是，不只是好好坐下來，線上也能溝通溝通。從男方的角度啊，可能是還年輕，可能不夠成熟，但是給個明確的計劃。然後女方如果哪兒有疑問，別自己憋着不說，然後自己在這兒擔憂，跟他講你這個計劃哪兒我覺得我有點擔憂，你明確的表達出來，然後看看能不能商量一致，商量個差不多，哎，過來有個態度，再相處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啊這個都溝通不明白，那就更別談以後了。好，觀眾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來解決情感問題的話，有個特別簡單的方法啊，我們在微信公眾號當中呢搜索西大並關注，那記得回復愛情保衛戰幾個字，您會得到粉絲的專享禮，為您的愛情保駕護航。姑娘，我給你一塊試金石，不要去他的主場，讓他到你的主場。你不要去北京，讓他到義烏，挫一挫他身上那種泛化的優越感。在這段關係當中，你是被他牽着走，被他推着走的，你沒有自己的方向。但是你知道，在現在這樣一個很嘈雜、很紛亂的一個節奏當中，你是一個特別安靜的存在。你不僅可以治癒你自己，你也可以治癒身邊的人。你最大的價值沒有被放大，反而是你沒主意的這件事情被放大了。姑娘，你給自己的人生尋找一點核心價值好不好？我不覺得他是壞孩子，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小伙子，我送你幾個字啊，你真的太自以為是了，沒有尊重啊。一段關係如果不能彼此尊重着朝前走，那你們之間不會是一場比肩前行的愛情。在人生這麼大的事情當中，連一點徵求意見、尊重、商量都沒有，你在這段感情當中，你要的是個附屬品，還是要着一個可以和你心意相通的愛人呢？你先把自己变安靜了，变穩定了，這段感情才能朝前走，好嗎？說到這裡。好，帶着老師們的建議啊，你們回到門後思考一下，看看你們最終會做出怎樣的選擇。來，請回。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的導師會來到直播間回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機會連麥互動。好，我們看一下這對情侶他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請開門。我真的不希望這個女生能出來了，女生夠嗆，我估計女孩得出來，女生出不來了。我估計女孩會出來。哎呀，這還真被老師們說中了哈，女生沒出來。哇，這還不太相信的又看了一眼門，你接受這個現實嗎？接受，很感謝老師，也很感謝咱們愛情保衛戰。我可能更需要去改善自己的一個心態啊，更能去想辦法去接受它。我覺得也算是8年的感情相識和相戀了哈。是。你送女朋友一句話，前女友。我會做出你想看到的所有的改變。我會成為你心裡最重要的那個人。那只能祝你繼續努力了。希望我們能夠聽到好消息。行，謝謝。你開心的也是他開心的消息，好吧？好，再見。有時候這個愛情還真不是說，哎，因為我愛你就想當然你也愛我。因為我想和你在一起，哎，想當然你也會和我在一起，真的是一場雙向奔赴。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進入婚戀新說法。離婚時
前夫處心積慮地把很多資產轉換成了虛擬資產，請問這些資產我如何才能分到我應得的那一半？您前夫的行為屬於惡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違反了民法典第1092條的規定。該法條明確指出，夫妻一方隱藏、轉移、變賣夫妻共同財產的，在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離婚後，如果發現對方有上述行為的，可以提起訴訟，請求再次分割。實踐中，有些法院通過區塊鏈技術調取了交易憑證，成功認定了虛擬財產轉移的情況。所以建議你盡快向法院主張分割相關財產，並申請財產保全，防止資產進一步流失。感謝老師們的分享，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會。容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